这个物业刚给换了一个，这个保护器应该是没问题。物业给换了一个。漏电保护器偶尔跳，有时候跳了合不上，物业给换了一个闸也不好。厨房的电路，一听说修厨房电路我就头疼，故障不好找。拆下电闸下面的灵活线，用电笔测没有电，但是线上是漏电的。用弯表测一下线路，零线100到头啊。测火线没什么问题，应该是零线漏电严重造成的。你看零线的摆动幅度很大。用小档位测量，这个零线也是漏电严重。他们说以前也偶尔会跳一次闸，能合上，但是现在怎么合也合不上。那就去看一下厨房，新房子呀，是哪里的问题呢？他们说水盆下边漏过水，我正想检查水盆下面的插座，他们怀疑水盆下面的插座不好，我也怀疑是它不好。另外容易进水的地方还有这个地方，容易进水蒸气，这个位置选的不好，那就先拆这个插座看一下吧。以前不少案例就是修厨房那个漏电，一打开水盆下面的插座啊，有水，问题就找到了。这个打开以后没发现有水啊。用弯表测量零线和地线，表针没动，测的不漏电呀。什么原因呢？搞得我莫名其妙。就拆一个插座，拆下来就好。是线破皮了吗？这个地方虽然螺丝划过的痕迹，但是没破皮，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啊，很神奇。再来测一下零线，你看多好，搞得我都懵了，真的懵了，现场真的懵了。我试了一下我的表没问题啊，再测一下，还是没问题，所以感觉很神奇。我也没动哪里啊，对吧？有视频为证，我没动哪里，就拆开一个插座就好了。难道是插座里面不好吗？这还是一个新插座，但是没发现问题。难道我就这么拽一下就能把线给拽好了？哎呀，求求大哥别这么搞，大晚上修这个本身心情就不好，再搞个没完没了。确实在明面上没发现问题，电路莫名其妙就这样好了，所以先把插座装上吧，等出问题了我再修。装上插座测量，电路依然很好，这样送上电没问题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又说跳闸了，我又来了，一测还是100到头，跟昨天晚上测的一样。在路上我就在想，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呢？一会好，一会不好。再次来到厨房，这次一定给他找到原因，还得打开厨子下边的插座。一晚上没睡好，就光想着故障了。再测一下零线和地线100到头，这个故障现象在就好说。这个时候我在考虑这个线是不是在线管里有问题，让我一拉一拽一错位好了，但是这次它没好，表针还是100到头。继续查找，要不要拆开这几个插座看一下？平时就用这几个插座，而且这个插座固定没固定好，这3个插座的位置不太合适，在这个位置容易进水蒸气。改过的插座看一下中间这一个，就上一个螺丝，发现这个零线是掉下来的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就是这类的问题啊。这个插座固定的不好，在活动，然后这个零线又没压好，零线的线头碰到了地线。我这么分析对不对呢？那就在这测一下这个零线和地线之间，看好了吧？再看一下我前天晚上动这个水盆插座之前，我都动了哪些地方？看看镜头，我的手去动了这一个插座，掀开看了一下有没有水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一动把里边的线头给动了，我当时没注意这个细节呀，然后就去拆水盆下边的插座，拆开以后一测量，啥都正常了，所以当时就懵了。这也出乎了我的预料，没想到是零线和地线碰在了一起。这样原因找到了，这样再用弯表测量，零线也好，火线也好。好了，合闸送电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来吧，
聊一下变频器这个结构原理。啊，这就是一个160千瓦的变频器的实物。从实物上大体咱们看一下这个，这边标着 RST， 这是3相电3向380的输入接口啊，这就是变频器的这个主回路图纸。主回路图纸上大家可以看这个3向输入端 RST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3个压米电阻。这3个压米电阻的作用就是，当电压超过它的耐压值，它就会导通，导致前面跳闸，然后从而起到对整个变频器的保护。浪用保护器呗，是吧？对，我说的对吧？对。这边输入这个是压米电阻浪涌吸收的这个，看到了一个绿色的这个扁形的东西。然后这边，然后多一点的是这边还有这个3项缺项保护的，有电压检测，如果少一项的话，它会进行缺项保护，直接让变频器停止运行。这个小板的作用。然后这个主电路上没有把这个小板标出来，它这是有的变频器有的没有。不是，变频器都有这个东西。有的没有，都有浪涌啊，有浪涌保护，有的没有3项检测。啊，这个还带3项检测。对，这个高级一点。就是有的变频器有浪涌保护，没有3项检测。还不是所有的变频器，不是如果缺项的话，它都保护。没有，那小变频器你接个2项试试，是吧？小变频器没有啊。它有的大的也没有，它看情况。它像这种的话，大功率的有可能匹配，有的也不匹配，一般不会缺项的。所以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有缺项保护，就是少一项电它会停止运行。就说它这一个带不带缺项保护？这个是这个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3项电压保护了，就是过压保护。这个40多千瓦的变频器也没有缺项保护。另外，这种大变频器的电容会爆炸吗？这个都裂开了。这种电容是不会炸的，它不会爆。对，它不会响的，它有这个东西。哦，直接放气儿了。对，它这个东西裂开了就算坏了。哪个裂开了？对，这个小口，相当于保护口。啊，保护口，它不会爆。对，不会爆。像这种的它肯定会炸，而且声音很响。你这个的话，因为那个电容应该得换，这样看。我看爆皮了。哪一个？这不是看到是爆皮了。它不炸，它直接爆了是吧？它这个首先是电容，它就电路板导致它坏了，应该是电路板导致它坏了。它这个是要分压的，压力不均衡啊。你再看外表的话，就是发热这个变频器不太好学，有些东西慢慢的了解，能学一点是一点，积少成多，慢慢来。感谢大家观看，请多指点。